妹妹生产那日，我亲手调包了她的孩子。弥留之际，妹妹握着我的手，长姐，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。我哭着答应，却冷眼将夫君外室生的孩子调换到她面前。几日后，我去寺庙替逝去的妹妹供灯，回来路上，我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。夫君大喜，夫人，这孩子与我们二人有缘，不如留下，当我们的亲生骨肉。看着孩子耳后熟悉的胎记，我安下心来。这一世，妹妹的孩子终于回到我的身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在妹妹榻前，油尽灯枯的她此刻正紧握我的手。在我身后，我的丫鬟正迅速调换孩子的襁褓，等换完之后，特意将耳后的胎记录给我看。襁褓中的小婴儿未曾睁开眼睛，但我却知道这是我妹妹的孩子。快去换好，切勿令人发现了。丫鬟悄然走出屋子，转头走向隔壁的衣房。在那间房中，我夫君的外室也刚刚诞下一个孩子。她身边的接生婆婆早就被我调走，此刻安睡的外室并不知道，她生下来的孩子就在我身边。我压低嗓子，妹妹，你听我说，如今我将你的孩子与我夫君外室所生的孩子调换，但3日之后，这孩子必然会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放心，只需3日，3日之后，这孩子永远不会受苦。妹妹脸上露出一抹笑意。姐姐从小就聪慧，妹妹自然是放心姐姐的。姐姐，往后这个孩子就姓。我安抚地拍着她的手，自然是姓谢，谢婉歌。妹妹轻声念叨着名字，婉歌，真是好听的名字。自然是好名字，爹娘还在世时，就给我们未来的孩子取名。只是没想到，留下那么多名字，如今只能用上一个。妹妹突然说道，姐姐，妹妹知道时日不多，还请姐姐在我长眠之后，带我照顾好婉歌，切莫让她回到陆家。我知道。我眼中含着泪。陆家满是豺狼虎豹，几房之间斗来斗去，整日都是勾心斗角。更何况妹妹的夫婿房中，除了妹妹外，还有好几门妾室。几年下来，早就将妹妹熬得心力交瘁，而如今生下孩子后，妹妹更是几近灯枯。即便是我入宫请求太后姑母找来宫里最好的御医，也无力回天。我知道，不出3日，妹妹就会撒手人寰。交代了几句后，妹妹闭上眼睛，姐姐，你应该还有事情要做，放手去做吧，为了我，为了婉歌，为了谢家。我点头，最后看了一眼妹妹，就此离去。回府的路上，丫鬟压低声音，夫人，一切都办妥了。我点头，轻轻抚摸丫鬟尚且青春的容貌。她面带无辜地看着我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没人知道我重生了，就连我身边最忠心的丫鬟也不知道。前世，妹妹去世后，我伤心欲绝，夫君带我去寺庙为她祈福，回来的路上，在山里听到了婴儿的啼哭。夫君连忙命人将孩子抱过来，随后递给我，告诉我这或许是老天爷的安排。他说这孩子或许是我妹妹转世，注定要与我相见。成婚多年，我们都无子嗣，听着夫君花言巧语，再加上孩子恰到好处的啼哭，我心动了。我也不忍将孩子扔在荒郊野外，于是便带回孩子，收作膝下，起名为谢兰慧。从那之后，我将孩子视如己出，倾尽全力将他带大。为了孩子的出路，我特意将他送入宫中，给年纪相仿的公主做伴读。几年后，我又跪在太后姑母面前，替她求来了婚事。最后，谢兰慧嫁给了太子，成为京城贵女人人羡慕的太子妃。身为她的养母，我与有荣焉。我不但有身为皇太后的姑母，还有一个身为太子妃的女儿。可等太后姑母薨没，再到后来谢兰慧生下第一个孩子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夫君忽然将外室带入府中，随后将我囚禁于家中，用药物折磨我，逼得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外室登堂入室，成了当家夫人，霸占我谢家财产，还整日来我面前挑衅。好不容易等到太子登基，皇后回家省亲，本以为谢兰慧会将我救出来，可没想到我看到的是一家3口和乐融融。原来谢兰慧本就是夫君外室的孩子，抱到我膝下，只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出身。而谢兰慧早就知道自己的出身，之前我所以为的母女情深，不过是她与我虚与委蛇罢了。看见病怏怏的我，
谢兰慧一脸冷漠：“都是你这个贱人，若非你占着爹爹正妻的位置，我又何苦与娘亲母女分离20年？你如此恶毒，我不屑于当你谢允许的女儿，我早就已经将名字改了，如今我叫周兰慧。”我冷眼看着兰慧，终于断定这是个养不活的白眼狼。生命的最后几天，我拼着最后的力气，下药将他们全部迷晕，最后放火烧毁了整个宅院，将周鸿文、外室还有太子妃通通烧死。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了外室生孩子的那天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将外室的孩子和妹妹的孩子调换。妹妹身亡的消息很快传到谢府，听闻消息，夫君周鸿文匆忙赶回家。夫人，你若是伤心，我们一同去礼佛，为妹妹供一盏佛灯，如何？他说的话与前世如出一辙，想必他已经安排好。我故作伤心欲绝的模样，与他出门。我刚上马车，丫鬟立刻挡在马车前，拦住周鸿文：“姑爷，夫人如今悲痛万分，还是让夫人一个人静一静吧。”周鸿文皱眉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从谢府到寺庙，再从寺庙出来，我闭着眼睛有些忐忑，生怕出意外，伤到孩子。突然马车停了下来，周鸿文迫不及待地跳下马车，丫鬟也连忙前去查看。我拽紧帕子，随即便听到他惊喜的声音：“夫人，这里有个孩子。”丫鬟抱着孩子和周鸿文一起走到我的马车前。周鸿文看都没看一眼孩子，就同我说道：“这孩子看着不大，莫非是妹妹转世？一定是菩萨开恩赐给我们的孩子，不如收下，当成我们自己孩子来养。”孩子被抱到我的面前，我连忙接过，趁着周鸿文不注意，检查耳后，梅花状的胎记出现在眼前，我松了口气，抱紧孩子：“那就留下来吧。”周鸿文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快就松口。他语气激动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给孩子起个名，不如叫兰慧。”我没有理会那个他为孩子准备好的名字，而是自顾自说道：“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谢婉歌。”周鸿文脸上的表情一愣，既然夫人已经想好了，那就随夫人的意思吧。再让我抱抱孩子。说完，周鸿文又想踏上马车，又被丫鬟拦下：“姑爷，马车已经坐不下了，您还是去后头的马车吧。”连着被拒绝2次，周鸿文脸上有些不高兴。可我哪管他高不高兴的，抱着孩子便不撒手。这是我妹妹在世的唯一骨肉，岂是周鸿文的脏手能够碰的？回到谢府，陆家的人就递来消息，问我身为孩子的姨母，给孩子起什么名字。陆家人根本不看重妹妹拼死拼活生下的女儿，就连起名字这样的事都不愿意费脑筋。我拿起纸笔，写下2个字：兰慧。一转眼，几年过去。自从有了孩子后，我便再也不让周鸿文踏入我的房中，他与外室越发大胆，甚至整日不回家。对此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谢家虽然出过皇后，但如今并无男丁，后继无人。太后姑母岁数大了，尚且能护住1、2，但若是有一日轰没，谢家偌大的资产定会被人惦记。虽然周鸿文是赘婿，但看在家中有男人的份上，旁人不一定会下手。如今还不是将他休了的时候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居然将外室带到我面前。夫人，这姑娘是我的老乡，前几年闹了洪灾，流落到京城，如今想在府中讨个生计。我看着外室，虽然头上未用珠钗点缀，但身上穿着的衣料，手上戴着的镯子，还有脚下的鞋，哪样不是京中盛行又难买之物？流落到京城，这样的借口还真说得出来。只是奇怪，柳柔前世并未如此急迫想要见到女儿，如今倒是火急火燎，莫非出了什么变故？我还是开口同意让她留下来，正好府上缺个换衣的。外室的眼神直勾勾地看向在我身旁玩孔明锁的婉歌，震惊之余不忘看向我。她可是我同乡，怎能做如此下等人的活计？我笑了，夫君说的是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位柳姑娘还是自寻出路吧，我们谢家可容不下这么一尊大佛。周鸿文还想说话，柳柔却道：“周公子可否容我同夫人说2句话？”他声音有些急切，若不是要稳住自己温柔小意的模样，恐怕早就将周鸿文赶出去了。可是周鸿文显然也没想到柳柔会提出这般要求。眼看我没有反对，周鸿文担忧地看了一眼柳柔，随后叮嘱我：“夫人，
我这老乡只是普通民妇，你可莫要摆出京城贵女的姿态欺负她。眼看着周鸿文出去，柳柔几乎是扑了上来。谢允许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这根本不是我们家兰慧，你把我们家兰慧藏哪去了？果然柳柔也重生了，想必是发现她的女儿不像上辈子一样叫谢兰慧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这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孩子。我不喜欢周鸿文起的名字，所以换上了爹娘为孩子起过的名字。柳柔恶毒地看向婉哥，咬着牙，不可能，这孩子不是我们家兰慧。你是谁？婉哥放下手中的孔明锁，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一眼柳柔。我自然是谢家唯一的女儿，谢婉哥。他厉声质问我，婉哥，婉哥，你是把你妹妹的女儿抱过来了？谢允许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兰慧是皇后？若是出了一点闪失，你担当得起吗？皇后，她还在痴心妄想。哪怕是前世，兰慧也只是止步于太子妃，这是把皇后的位置当成自己的掌中之物了。我要找我的兰慧，你把我女儿藏到哪去了？我淡淡一笑，哪里有你的女儿？不过你说的兰慧，倒是让我想起来京城陆府陆家的女儿陆兰慧。陆家，柳柔儿的眼睛一亮，眼中有藏不住的惊喜。她看我时多了几分傲慢，你不会以为不把兰慧放在你身边，她就成不了太子妃吧？陆家的门第可比你们谢家高多了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这一世，我会让你亲眼看见我的女儿一步一步成为皇后。说完，柳柔儿挥袖而去。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摇摇头。前世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竟然成为这种人的手下败将。若非我极力托举，兰慧怎么可能会从京城一众名门贵女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公主的伴读，而后又从那么多女子中被太子和皇后一眼看中，成为太子妃？靠陆家？做梦！当年妹妹嫁入陆家，是先皇指婚，虽说是陆家正妻，但并不受宠。陆家有个受宠的美妾，更何况妹夫喜欢沾花惹草，时不时带些女人回到府中。妹妹生下孩子后，如今孩子只是放在陆府养着。前世我见到婉哥的时候，她瘦小的像只猫。陆家上下都是仗势欺人的奴才，一个死掉的夫人留下来的女儿，怎么看都翻不出天，自然没有人会好生照看。我带着太后的威信来到府中，也只能让婉哥在府中过得好些，换了几个身边的嬷嬷。我想将婉哥带走，却抵不过陆家要面子。毕竟府中的女儿被姨母带走，摆明了陆府无法照看好女儿，实在有损他们陆家的颜面。后来陆家来了个有手段的夫人，虽说工于心计，但对府中的孩子还算不错。婉哥才得以平安长大，衣食无忧。后来被指婚给一个风流王爷，当上当家主母后，才算真正的解脱。只可惜那王爷整日寻花问柳，在外人眼中，婉哥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不过说到底，陆府根本就是个豺狼虎豹之地。如今我的婉哥在我身旁，倒是让我安心。柳柔刚走，周鸿文就一脸怒意地冲了进来。你和柔儿，柳姑娘说了什么？人怎么气冲冲地跑了？我冷眼看他，你是在质问我吗？周鸿文愣住，皱紧眉头，不是问你，又是问谁？柳姑娘是我同乡，你这般苛待她，若是往后与我一同归乡，我在父老乡亲面前如何抬得起头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去你父老乡亲们面前问问，一个入赘的男人带上自己的外室来正妻府中寻差事，究竟是谁抬不起头？话音刚落，周鸿文猛地冲到面前，抓住我的手，夫人，你都知道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我并未拦着你在外头养女人，也早就知道柳姑娘的存在。但是这一切为何要闹到孩子面前来？将借口甩给孩子，周鸿文显然一愣，他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婉哥。我话锋一转，刚才我同柳姑娘说，若是她愿意留下来，我可以给她一个姨娘的位置。只是柳姑娘心高气傲，瞧不上，所以才甩袖而去。周鸿文喃喃自语，他居然不愿意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突然冲出门外。等人离去，我转头看向婉哥，所有的一切你都听到了，该知道的你也知道了，你是何想法？我下意识拽紧手中的帕子。柳柔儿的质问，周鸿文的谴责都不会让我紧张。
如今我只担心婉哥。母亲，上辈子你受苦了，只是方才的事，母亲做的不对。片刻后，婉哥说道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反驳，我知道一定有后话。若是方才的柳夫人跑去陆家大吵大闹，将当年的事翻出来，陆家权势滔天，恐怕会将2个孩子换回来。我的心流过一阵暖流，笑着抚摸他那与妹妹相似的面庞。不会的，我抱着婉哥，细细说道，陆家只手遮天，如今的皇后、镇远将军皆是陆家人，就连朝堂之上，而谢家早就落败，身后只有太后一人。你说，若兰会想当上太子妃，你会留在陆家，还是留在柳家？婉哥沉思片刻，点点头，女儿明白了，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和我妹妹一样。周弘文一脸落败的回府，直奔我而来。看见我，他突然冲上来要抱住我，幸好身旁的丫鬟机灵，挡在我身前。夫人今日受了风寒，怕传染给姑爷。他下意识后退了2步，随后才想起来找我是为何事。他苦丧着一张脸，夫人，一个女人突然变心，是为何事？看来是柳柔有别的想法了。我好笑地看向他，为钱，为权，为爱情，还有一条，为了孩子。他沮丧着一张脸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没有问他柳柔做了什么，因为几天后我就知道了。我安排在陆兰慧身边的丫鬟递来消息，陆府新来了一个打扫的嬷嬷，非要伺候陆兰慧。那身姿样貌看着并不像是一个干粗活的女人。陆府将嬷嬷安排在陆兰慧的身旁，也不知道柳柔生过孩子是怎么骗过陆大人的。她没几日就被我的好妹夫看中，收入囊中。如今柳柔已是一个姨娘，而陆兰慧也被收入她的名下。陆家的继室本就对这个不受宠的女儿没有好感，平日里只能放着，偶尔摆出一副当家主母的架势教教孩子。如今有人跳出来要这个孩子，半推半就，就给他了。嫡女变成姨娘养的，陆家继室怕是晚上睡觉都能笑出声来。柳柔儿回到了自己女儿身边，陆兰慧也能和亲生母亲待在一处，多么美好的一切。唯一不高兴的只有周弘文，他想不通为何好端端的与他心心相印多年，还替他生下一个女儿的柳柔儿为何会抛弃他，跑去陆家当了姨娘。于是他开始借酒消愁，整日过得浑浑噩噩。他自然不知道，酒中被我下了慢性毒药。皇后召开春日宴，要京城中年纪与公主相仿的女子一同入宴会。京城所有有女儿的富贵人家都知道这是个讯息。皇后膝下有一儿一女，皇子还小，公主的岁数马上就要去学堂了。春日宴就是在给公主选伴读。我带着婉哥入宫，才刚坐下，就看见不远处传来一道恶毒的目光，顺着眼神看去，竟然是陆兰慧。我收回目光，低头细细吩咐婉哥，可没一会儿，陆兰慧便出现在我们2人面前。姨母，我在陆家过得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她如此直白的说话，倒是让我有一瞬间愣住。上辈子兰慧的一言一行都是我教的，该说什么做什么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几乎都是我喂到她嘴里，强行灌下去。如今没了我教导，她就像个刚从乡下回来的丫头，一张嘴就令人发笑。果不其然，她话音刚落，身旁几个姑娘家顿时捂起嘴，个个眼中都带着笑。陆兰慧不明白这些人在笑什么，但还是趾高气扬地说道：姨母，我听闻你给妹妹买了好些东西，为何不给我买？这璎珞我很喜欢，不如就给我吧。反正你待妹妹极好，什么好东西都有，也不差这一个。说着，陆兰慧伸出手，就朝婉哥胸前戴的璎珞抓去。婉哥微微向后退了一步，面露不喜。没等陆兰慧再次出手，陆家继室姗姗来迟。她微微皱眉，看向我时大吐苦水。谢夫人多有得罪，这孩子自小便不听我的，在府中什么都爱抢妹妹的，是我教导无方了。她说话时还盯着我的脸色看，显然有些紧张。毕竟兰慧是我妹妹的女儿，我这个做姨母的，此刻说不定要责怪陆家。听到陆夫人这么说，其他与她相熟的也纷纷说道：谢夫人，不是陆夫人管教无方，根本就是这孩子不服管教。前几日陆夫人还找了几个教导嬷嬷，
结果全都被他打了出来。我莞尔一笑，陆家怎么教导孩子，我自然不好指手画脚。或许是妹妹得得太早，没有教导过一天。不知陆府如今是谁养着这孩子？是一个柳姨娘。陆夫人连忙撇清关系，这孩子谁的话都不听，就爱听柳姨娘的。我与夫君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让柳姨娘看着孩子。她刚说完，陆兰慧就大喊：柳姨娘怎么了？柳姨娘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。陆夫人叹了口气，冲我摇摇头，只是眼里的笑意没有遮掩住。我抿嘴一笑，兰慧倒是挺活泼的，我倒是希望我教导出来的婉哥也能活泼一些。是啊，我们家琪儿要是有她一半的活泼，那就好了。我与她相视一笑。是陆兰慧自己不服管教，因为我们柳陆二家可没有关系。陆兰慧自然听不懂我们说的话，眼睛死死盯着婉哥脖子上的璎珞。碰巧这个时候，一个衣着朴素的姑娘牵着一个男孩走入小花园，只一眼我就看出，这正是公主与皇子。和前世一样，公主亲自来挑选合适的伴读，选一个她最满意的。前世的兰慧大方得体，在众多贵女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伴读之一。如今怕是要在公主面前留下个大大的印象。眼看这边热闹，公主便朝这走来。或许是在花团锦簇中太普通，没有惊起众人注意。陆兰慧大喊：柳姨娘说了，天底下什么好东西都是我的，你赶紧把璎珞给我。她显然还没意识到今日的主角登场了。公主蹙眉：你是说天底下的好东西都归你？你是什么人？陆兰慧不屑一顾地打量公主：关你什么事？你是哪个穷酸人家出来的女儿，穿的都是过时的衣裳，滚一边去。说完，陆兰慧伸手就要推公主一把。公主眉头一皱，天皇贵胄的气息根本压不住，微微张嘴，还没等她说话，一旁的婉哥却取下自己头上的珠钗，插在公主的发髻上，随后将公主护在身后。这可是当年太后赐下的珠钗，若是要凭衣着打扮来分贵贱，如今你见了，难道不应该下跪吗？你们两个贱皮子！陆兰慧咬着牙，伸出手就往婉哥脸上扇去，可没想到公主伸出手抓住陆兰慧的手腕，直接将人拽到地上，居高临下的看她，这是谁家的女儿？边上人赶紧说道：是陆家。陆兰慧咬牙：没错，当今皇后可是我姑母，就连太后也是我母家的人。你居然敢伤我，我一定要让我姑母将你逐出宫去。看你这穷酸的样子，赶紧跪下来给我道歉。公主冷笑：你是说让我母后将我赶出去？此话一出，边上的人纷纷跪下，我也不例外。婉哥听后刚要跪下，却被公主亲自拉着。往后我身旁的伴读就是这位姑娘，你叫谢家，谢婉哥。陆兰慧非但没有成为公主伴读，还被逐出宫去，永世不得入宫。她也成了京城最大的笑话。一个根本不受宠的女子，一言一行像个乡下来的姑娘，还得罪了皇上最宠爱的女儿，往后怕是京城所有好男儿都看不上这样的女人。回到陆府后，她直接就被陆夫人锁在后院，柳柔儿却大着胆子说要锁就把她一同锁进去。本以为看在她受宠的份上，陆夫人会给个面子，可没想到陆夫人压根不看她一眼，将她也打发到后院中。哪怕是当初柳柔儿在受宠，我的好妹夫也再也没有召见过她一次。得知这消息，周鸿文喝酒时愈发忧愁伤感，眼看着他喝得越多，我也头疼。我只好让丫鬟减少酒中的剂量，省得到时候死得太早，将我的计划全盘打乱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婉哥也逐渐成了落落大方的姑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她并没有焦躁，反而是越发沉稳，逐渐入得了皇后的眼。在她成人礼这一天，宫里传来一道圣旨，待3年之后，太子成年，谢婉哥便是太子妃。赏赐如流水一般送入谢府，婉哥的脸上也难得露出这个年纪该有的活跃。只是我没想到柳柔如此厉害，居然从陆府逃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朝着谢家而来。本来被门房扣住，但我听闻来的人是他，顿时有了主意。见到我，柳柔眼中含着恨意：谢允许，是不是你干的好事？我笑着看他，我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干。
我仔细观察着如今的柳柔，比起当初杨柳细腰、面如凝脂、吐气若兰的女人，如今这个蓬头垢面的她，险些让我认不出来。她咬牙，明明我女儿才是太子妃，凭什么？太子喜欢的是我的女儿，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是我。我淡淡的说道。柳柔儿瞪大了眼睛，果然是你。我早该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和陆夫人串通好，将我锁在后院里，就为了不让我女儿成为太子妃。那好歹也是你前世养育多年的女儿，你就忍心让她被关在后院这么多年吗？自然忍心。当初我被关在后院里，身边的丫鬟全都被发卖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人问过兰慧忍不忍心？她眼珠子转了转，语气突然变得柔和。我知道你如今还记恨着前世的事，但无论如何，她都是我生的女儿，生母和养母之间自然是认我。不过，她看向我时，眼中带着得意。你若是想办法让两个孩子换回来，我到时候能在她面前说你两句好话，喊你两声母亲。要知道，如今的兰慧继承了我的美貌，但凡太子见一眼，就会像上辈子一样爱上她的。前世吃过屎，我这一世还非吃不可吗？我是吃饱了撑着上赶着当贱种吗？就为了听他一句母亲，还是施舍给我的？我气急反笑，他的一声母亲这么金贵？那当然，我女儿若是当上太子妃，再往后那可是皇后、太后。他眼睛里冒着金光，显然对自己女儿日后能够成为皇后坚定不移。我假意答应，我再想想法子吧，好歹也是夫君的孩子。提到了周弘文，他的眼睛又是一亮，我要看看文郎。我点头，让丫鬟带他去周弘文的房里。两人许久未见，刚一碰面，就如胶似漆地缠在一处。时机成熟，陆夫人带着管事匆忙赶来，正好捉奸在床。柳柔浑身上下只有一块布缠在身上，而周弘文更是吓得差点晕过去。陆夫人嘴角带着冷笑，谢夫人，这是陆家家丑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这不仅仅是陆家的家丑，也是我们谢家的家丑。我夫君我自然会处理，至于这位柳姨娘，陆夫人的眼里闪过一丝杀意，不过嘴上还是笑着说道，我会带回去好好管教的。几个管事的上前就要抓着柳柔，衣不蔽体的柳柔尖叫，我可是陆老爷最受宠的姨娘，你要对我干什么？陆夫人毫不客气地走上前，一巴掌甩在柳柔过的脸上。你这副皮囊确实好看，就算是残花败柳之躯，也能勾得我夫君的喜欢。只是不知道那些贩夫走卒的看见了，会不会也一样喜欢？柳柔瞪着他的眼睛，你要把我卖了？凭什么？我可是良妾。陆夫人冷笑，良妾？一个罪臣之女，本该送进教坊司，好好管教，如今还能在外抛头露面？你要是敢嚷嚷，信不信活不过今晚？我站在一旁，对于陆夫人掌握消息的事没有丝毫诧异。陆家权势滔天，想要打听一个女人的身份易如反掌。只是我有些奇怪，陆夫人不好奇为何柳柔跑去陆家当姨娘？柳柔扑进周弘文的怀中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你如今也应该知道，我与文郎两心相悦，这里可是京城谢家，哪里容得你放肆？陆夫人看我眼中带着怜悯，谢夫人，你看这如何是好？我淡淡一笑，与她达成一致，陆夫人想如何处理便如何处理，至于我夫君，我自然会处置的。陆夫人也没多问，让人带着柳柔就走了。我回过头看，周弘文浑身上下只盖着一床薄被，看起来狼狈极了，此刻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等反应过来，他突然翻身下床，跪在我面前，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柔儿他，夫人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他？原来还是个痴情种，刚才缠绵到浓时，他还与柳柔儿许下了同年同日死的诺言。只可惜如今他早就病入膏肓，哪一天死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。或许是明日，或许是现在。看到我眼中的冷漠，周弘文默默收回了手。夫人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未曾求过你什么，今日还请夫人出出主意，替我救下柔。他像是做下了什么巨大的决定一样，握紧双拳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夫人，求你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若是你同意，往后柔儿绝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我若是不救呢？我冷眼瞧他，突然想起来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跪在我爹面前，
说一辈子对我好的男人。即便是听我爹说我自小身子骨落下病根，无法生育孩子，他也坚定地说要娶我为妻。那个时候就连爹娘也觉得这是一个我值得托付的男人。后来一次出游，爹晕倒在地，是他亲自背着爹满京城找医馆，将爹救了回来。从那之后，爹便对他赞不绝口，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谢家赘婿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贪得无厌的他的？或许从一开始他就装得太好，骗过了我，骗过了爹和娘，骗过了我们谢家全家。他察觉出了我眼中的冷意，突然笑了起来。谢允许，你到底在摆什么谱？或许你还不知道，婉哥的生母就是柔儿。婉哥马上要做太子妃了，若是传出去他有个在烟花巷留里的生母，宫里的娘娘还会让他留着吗？我低头看向跪在地上的他，你终于承认了，当初抱到我面前来的是你的女儿。他猛地抬头，混沌的脑子似乎终于发现了不对。你早就知道。我早就知道。说话间，婉哥已经出现在门外。我将女儿拉着走入房中，婉哥，来看看吧。他几乎是扑到女儿面前。婉哥，你都听到了，你是我和柔儿的女儿，我们血液里流着同样的血脉，你不能看你娘落入烟花柳巷中啊。婉哥后退一步，你当初给女儿起名，起的不是兰慧吗？你的女儿叫兰慧。兰慧，兰慧，什么？陆兰慧。周鸿文终于察觉到这名字不对，他面带震惊地看着我。我含笑看着他，你既然能把你与外室生的孩子送到我面前，我又为何不能将两个孩子调换？现在你明白当初柳柔儿为何要去陆家做姨娘了吗？他瞳孔不停地颤抖，看向我时像是在看一个蛇蝎毒妇。谢允许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真是好狠的心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？我还能做出更恶毒的事。说着我拍拍手，丫鬟走上前递过来一杯酒。看着与往日一样的酒杯，周鸿文连连后退。我不喝，我是不会喝的。你这个毒妇，我要向皇后告发你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女儿是兰慧。谁会在乎呢？皇后只知道她的儿媳是谢家女就够了。说话间，婉哥亲手拿过毒酒，这杯酒您喝了大半辈子，这最后一杯还是老老实实喝下去吧。我和婉哥站在一处，冷眼看着这个男人最后的挣扎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见皇后，我还不想死，谢允许，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。我摇摇头，我都死过一次了，我还怕死吗？生前斗不过我，死后还能对我怎么样？若是他有本事能重生，那下一辈子看看是谁死谁活。最后他眼中带着恨意，悄然闭上眼睛。晦气，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婚事。婉哥乖巧地摇摇头，放心吧，娘，守孝3年，正好是女儿的婚期。周鸿文的死悄无声息，他死后我找了个由头，随意安葬，一个薄薄的棺材便是他的归宿。婉哥在府中守孝3年，风光出嫁。出嫁那日，一顶普通的小轿与他的花轿擦肩而过。就在这时，对面花轿上突然跳下来个穿大红嫁衣的女子，她冲到太子妃花轿前面，大喊：下来，这是我的轿子，我才是太子妃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跟着花轿的队伍一同出行，一眼就认出，这个像疯子一般的女人，正是我前世的好女儿兰慧。队伍停下，打前头的太子听到动静，骑马走来，看见太子，兰慧眼睛顿时就亮了。太子弟弟，是我呀，我是你最爱的兰慧。她今日虽然化着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一身大红嫁衣，但只一眼就让太子皱眉，哪来的疯女人，还不赶紧让开？是我呀，太子，你不是说你最爱我了吗？你还说最喜欢我后腰上的胎记。说着说着，兰慧眼看着就要当街脱衣服。太子皱眉，他的手下冲上来，正准备将兰慧带走。陆家的人及时赶到，直接将兰慧绑回花轿上。一场闹剧快速结束，可满大街都是围观的百姓。陆家女儿不顾形象，在街上要脱衣服的事传得沸沸扬扬。很快，陆家就传来消息，陆家的嫡女陆兰慧，早在前几年太后薨没时悲痛欲绝，
跟随着去了。因为是国丧，所以没有让外头知道。如今在府中出嫁的是陆兰慧身边的丫鬟，如此一来，既不损害陆家女儿的名声，也不会坠了我谢家的门面。毕竟在外头看来，陆兰慧是我妹妹的女儿，与婉哥也算得上是姐妹。婉哥若是不出手，恐怕日后在宫中也会遭人诟病。陆家给兰慧选的婚事是一个家道中落的书生，书生的娘对陆家老太君有恩，曾救下过老太君，希望陆家给自己回报。所以陆家将兰慧这个早被忘在后院的嫡女送出嫁，满满的嫁妆就当是报答当年的恩情。嫁妆到手，这书生也不管自己娶的到底是嫡女还是丫鬟，照单全收。到手的媳妇疯就疯了，能生孩子就行。没有人在意陆兰慧，她整日嚷嚷着自己是太子妃，终有一天她闯到了我的面前。是你做的对不对？你偷换了我与陆婉哥，把我娘送去烟花柳巷，再把我爹毒死，最后让陆婉哥代替我成为太子妃。你这个女人，你真的好恶毒。他用手指着我，眼中满是恨意，就如同那夜熊熊烈火，他也是这样看着我，最后咽气的。是我做的，不过是谢婉哥。我笑着看他，你不是不喜欢这个姓吗？如今你姓陆，全是滔天的陆，你不喜欢吗？你不喜欢我的教导，那我就让你成为陆家的女儿，再将你的亲娘送去与你团聚，你不高兴吗？他向后退了几步，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回来的时间太晚了，你的手段太狠了，若是再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着了你的道，我一定能够当上公主的伴读。他说着说着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知道了，我能重活一次，我就能重活第二次。谢允许，你等着，下辈子你就算跪在地上求我，我也不会再喊你一句娘。说完，他就要撞住，却被人拦了下来。来人是他夫君，那个家道中落的书生，将他好生看着，吃的喝的都供着，他只要活着一日，无论是断手断脚，还是只剩一口气，我们谢家都能出钱。那书生本就是人精，听闻此话，自然明白我的意思。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走的时候带回去一个五花大绑的陆兰慧，还有满满的银票。烟花柳巷中的柳蓉得了脏病，临死前哭着闹着，想要与我见一面。我是高高在上的谢家女，当今皇后是我的女儿，怎么能是一个妓女想见就见的？于是那一夜，她死了，铺盖随意一卷，扔进了乱葬岗。这怎么行？我让人刨了周鸿文的墓，将他的尸首扔在柳蓉的尸首旁。生要同床，死要同穴，真是感人肺腑的爱情。而我守着谢家的财产，孤独终老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